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熟悉的开箱环节。今天开箱的是来自 AK 最新的 PD20，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包装。这次这款新品播放器的包装风格，我们可以看到与之前 AK 的播放器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这一次是一个扁平的盒子，而之前的话大家还记得，基本上都是一个黑色的嘛，然后偏方正的，而不是这种扁平状的。在开箱之前，照例咱们先啰嗦几句，就是我个人期待已久的 SR35 的升级产品，也就是传说当中的 SR45，一直以来都没有动静。按照目前的这个走势 ，SR45 大概率是不会再有了。其实啊，像咱们玩家对于一个足够小、足够轻的播放器，一直以来是有刚需的。虽然 AK 有一个 SP3000M， 但是架不住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对吧？没想到 SR45 没有等到，结果等来了 PD20。接下来咱们就开箱，跟大家说一下 PD20 这款便携播放器。首先大家看到包装上面有些奇奇怪怪的圆的、竖的这些线条，然后用这些线条来解构 A 这个字母，但是这个设计我认为多少有点画蛇添足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字母都可以用线条去进行一个勾勒的，所以这个设计我认为多少有一些多此一举了。然后右下角是解码芯片的一个组成，是4片来自 ESS 的9027 Pro。好，接下来咱们开箱看一下。大家知道，在 PD20 之前有一个 PD10嘛，其实我认为这一次 PD20 算是加量不加价的一个存在的，而且发售价格比我预想当中的其实是要低的。PD20 的发售价格是12888，12888对比 PD10来说，在发售价上几乎只有 PD20 的6折左右。因为 PD10发售的时候的价格是将近2万的一个档位，那价格的差异自然也带来了产品上面的一些差异。AK 这一次就是把 PD10之前的一些痛点给解决掉了，而且价格还控制在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区间。接下来就跟大家好好说一下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首先先简单的过一下配件。里面是4张贴膜，正面2张，背面2张，润了1张体验卡，其他就没有什么了。这里就是 PD20 送的那副耳机了，这副耳机大家一定要保存好，因为后面测试的时候是必须要用到这款耳机的。这次 PD20 算是在播放器当中开创了一个先河吧，因为我们知道在播放器当中调整音色的冷暖、低音的多少，这些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像海贝的那个音色调整，或者几乎所有播放器上面都有的 EQ 调整，还有滤波调整，这些调整项目丰富了我们的可玩性，让用家能够尽可能的搭配到自己喜欢的音色。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啊，这些选项我从来没有开过，因为不同的耳机、不同的音乐。因为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比如您试听一首歌，调整到了合适的设置，比如滤波、EQ 等等都调整好了，但是可能换一首歌，换一个曲风，前面的设置就不适用于更换之后的曲目了。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些音色自定义一直以来不是特别的热衷，但是 AK 这一次不一样，在使用 PD20 之前，大家要先将这副耳机连接到播放器，对咱们个人的一个听力进行一个测试，进而生成一个专属的自定义文件。等于说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系统根据我们的听力水平去测算而得来的。接下来的设置过程我会试着操作一遍看看，大家也看看这个流程会不会觉得繁琐。而这个听力自定义化的过程 AK 是强烈推荐大家使用这副原配的耳机去做一个测试的。您如果说用其他耳机啊，不是说不能做，而是可能做出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准确。这副耳机的音色是专门调整过的，专门用来给我们用家生成个人数据所使用的，所以大家适当保存一下。哇，好轻啊！好，配件咱们简单过完了，接下来咱们该说说 AK 的刀法了。首先第一个刀法就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开到现在没有发现保护套的踪迹。没错，这一次 PD10是把这个保护套给阉割掉了，也就是说原厂没有附赠。毕竟原厂一个保护套买几百块钱还是要的，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刀法。不过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那就是如果您是前100名 PD20 的用户的话，那么可以联系代理商登记序列号之后获赠一个国产皮套，了胜于无吧。好歹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案了，对吧？第二个刀法，侧面有一行字，在充电方面对比之前的设备来说啊，是有一些倒退的。虽然 AK 之前的设备充电速度也不能算快，最高的话也就是9伏 1.67 安，差不多15瓦的一个功率。而这一次退化到了只有5伏2安，这个充电功率在2026年啊，简直是不敢相信的存在。
也就是在播放器这么小众的产品上面才会出现的。不瞒大家说，现在我选那个充电宝低于50瓦输入和输出的，那真的是看都不看。然后播放器居然只有5伏2安，这一点让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不过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因为纵观整个播放器市场，无论是乐比、乐图、索尼还是 AK， 在充电功率方面都是比较保守的存在。可能个别的国产品牌啊，会把充电功率给释放的充分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没有。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 PD20 从之前的15瓦下降到了10瓦，对吧？还有第三个刀法的话就是外壳材料了。外壳材料这一次从之前的不锈钢变成了铝合金，所以反映在重量方面是从435克下降到了313克。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讲啊，这是刀法。但是如果从用家日常的一个使用角度出发的话，我认为这就不能算是刀法了，这反而算是一个加法。因为不锈钢毫无疑问会带来更优秀的机身质感，售价也会更高。但是如果说我们便携用的话，不锈钢的那个重量真的是很难装进口袋的，所以我才有那么多那个便携播放器的包，对吧？而这一次 PD20 您装上保护套之后，揣进口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还没有套保护套，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一次虽然材料方面降级了，但是重量方面我认为优化了，所以这一点不能完全的算作是刀法，对吧？好，吐槽完了以上的几个刀法，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加法了。首先第一个，咱们刚刚说的重量的改进算是第一个加法。第二个加法的话，我认为就是音量滚轮的加入。我这里有个 PD10，大家可以看到 PD10 是没有音量滚轮的，我们必须要在侧面的这个按键上去按这个加减按键，才可以对音量进行一个调整。这一点其实在操作上面是非常不直观的设计，因为在音量加减之上还有上下曲以及播放暂停，所以非常容易误触到，并且整体的一个手感你做的也不好啊，对吧？这个音量手感按下去，我认为有点怪怪的，段落感还有回弹做的都不是特别出色。所以 AK 这一次也果断的抛弃了之前的音量调节方式，改回了滚轮。第三个加法就是这一次机身的这个边角总算没有那么锋利了。我还记得之前我开这个 PD10的时候啊，对于这个边角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实在是无力吐槽，太夸张了，这8个边角配合不锈钢的这个材料啊，真的是又硬又锋利。所以如果说您是裸机去握持 PD10的话，整个的哇，这已经有点疼了，就手感非常的不好。而这次 PD20 虽然几个边角依然是显得有一些尖锐啊，但是已经比 PD10 好很多了，这个感觉就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了。配合后面保护套到了之后给它套上，我认为在手感方面比起 PD10 要好很多。接下来一个升级的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侧面的这几个按钮分别是放大器模式、A 内、AB 内以及混合。A 内放大模式的话耗电也会比较快，但是声音也更加的温暖，更加的结实有力。然后上面是电流控制，分为了高、中、低3档。等一下我拿一个 PS 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大家就明白了。这3个拨杆与 PS 侧面的3个拨杆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功能性方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说 AK 这一次是将 PS 这个纯耳放集成到了播放器当中。当然了，输出功率肯定多多少少会受限一些，毕竟电池的容量摆在那，对吧？但是 PS 的设计理念是被融合进了播放器当中的。最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点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 PD20 这一次的个人自定义音效方案，我认为还是值得一玩了。这等于是在功能性上面丰富了我们玩家的一个可玩性。接下来咱们开机看一下。首先大家要注意啊，拿到手之后这个开机啊，不是按侧面这个按键，而是顶上，就是这个音量旋钮集成的一个开机键，我们往下摁就可以了。这2个旋钮都是可以往下摁的，以实现一些功能。所以正是因为集成了一些功能，所以咱们摇的时候啊，会多多少少听到一些里面的声音，大家可以听得到。不过这个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的。在系统方面，这一次与 SP4000之类的都保持了一致，依然是开放式安卓，除了不能打电话以及不能拍照以外，其他在使用方面与我们的安卓手机区别不大了。对 APP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网易云、QQ 音乐、Apple Music 这些都没有问题。在安装的时候，您需要首先连接一下网络，然后左上角点一下，这里有一个应用快捷栏，我们首先安装一下应用宝。哇，这刚上市，固件更新就已经出来了，这效率有点高嘛。把应用宝安装之后，这就是咱们安装 App 的一个入口了。安装完成，点开。当然了，这些会有一堆广告，什么一键下载之类的，
咱们直接返回，不要去下。我建议大家就是安装一些常用的音乐软件就可以了，B 站、微信什么的就尽量不要去尝试了。拿播放器刷 B 站不是不可以啊，而是如果您举着这玩意儿去刷一天 B 站的话，那你这个手腕我不知道还吃不吃得消。取消，哇，全是坑，还让你打开什么高速下载。所以咱们在下载完之后啊，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把这个 APP 的通知给它关了，并且执行一次强制停止。否则的话，应用宝这个商店在后台常驻，对于播放器的一个电量消耗啊，还有温度控制啊，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了。这里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App 的这个安装过程。当然了，还有一个必备的 App 就是输入法了，因为本机自带的那个输入法用智障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所以推荐您安装一个微信输入法，在使用方面的体验会好很多。好，安装完成了。在应用快捷栏这个应用宝这里，应用信息，通知关闭，然后操作一下强制停止。OK， 这个时候就不会在后台常驻了，也不会消耗您的这个播放器电量了。我们只需要在安装 App 或者说更新 App 的时候，去应用宝操作一下就行。用完了之后重复一下强制停止就可以了。以上是 App 的一些简单说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PD20的重头戏，也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可自定义音色。我们来看看到底该怎么玩。首先是这里有个快捷按钮，比如说像 Bass 进行一个细微的调整，它的一个调整幅度是 0.1 的，我们拉到这里看看，一共是8，等于说有160级的一个调整幅度。咱们去做一下测试看看。哦，原来这个按键是起一个播放暂停的作用，以及上一曲和下一曲。简单来说就是摁一下暂停，再摁一下播放，2下的话下一曲，然后3下的话是上一曲，是把这些快捷操作功能集成到了一个按键当中。接下来咱们就来试一下个人听力测试。在测试之前啊，我先简单的用我自己的耳机听一下它原本的音色。不过应该后面也可以切换回来的，对，先不听了，直接开整。这个按键左边的我们长按。听力测试大概需要3分钟，请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非二元性别不便透露。选择性别，好，这就完成了。整个的操作简单来说就是，您听到耳机里面发出的声音，您就按 yes； 感觉不到声音的话，就点 no 就可以了，就是 yes or no， 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整个过程非常的快速。然后这里有一个曲线都已经生成了，左右两边可以看出来是有一点点的差异的。系统本身的这个默认设置以及我个人设置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其实这个设置过程啊，跟 Final 的那个扫描头部形状、耳朵形状以及详细的听力测试，跟 Final 的那一套系统相比的话，还是要逊色很多的。就我个人的一个测试结果来看，前后的区别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听得出来。我认为这个功能拿来玩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因为设备也是刚刚才拿到手，所以音色方面咱们今天就先不谈了，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咱们今天只是简单的开箱。前面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播放音乐的时候啊，就是音量的这个旋钮下面也是有 LED 灯的，并且可以随着不同格式的音乐而变换出颜色，这一点我认为做的还是比较周到的。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有一些不太适应，就是这个音量啊，我们如果说是顺时针调整嘛，它是减，但是逆时针的话就变成了加。这个设置不能说是好是坏啊，因为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同。但是我认为啊，具体到咱们个人，我们如果说可以切换顺时针、逆时针的这个功能就好了。而目前我在系统里面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的存在，希望以后能够加上来。对，目前是没有的。蓝牙、WiFi、AirPlay 和 RunReady 这些都是之前的播放器也有的。Digital Audio Remaster 这个是 DAR， 也就是升频，然后 Crossfade 是左右交叉互馈，这些咱们都说过很多次了。DAC 滤波器左右平衡，对，线路输出看看
对，和之前一样的，一共有4档可以调节。咱们接耳放的话，这一点用得到。CD Reaper USB 模式 ，SPDIF 转换，在这一点上与之前的设备也是保持了同步，也就是3.5口还集成了光纤输出这个功能。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最近这个存储不是价格起飞了吗？而 PD20在这一方面居然没有缩水，依然保持住了256G 的一个存储空间，我认为这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芯片什么的用的都是与旗舰同级别的，所以这方面我认为还可以。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毕竟价格比 PD10要低，但是存储容量啊、CPU 这一方面并没有减配。LED 指示灯可以设置开关，对 LED 设置都可以开关，为什么这个音量旋钮不能呢？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顺时针和逆时针的调整。好，那本期关于 PD20的开箱咱们就做到这里了。接下来这台播放器就会在咱们原生态的北京、上海还有广州门店提供一个出样了。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到门店来实际体验一下，看看接上这个耳机，就是原配的这一副小卡拉米，去测试一下自己的听力，然后再用自己个人的专属听力配置文件去试听自己的耳机，看看效果有没有什么不同。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